这绝对是近30年来尺度最大的大陆电影。民国初期，在一处偏远山区，有一个叫阴阳界的小山村，村里有一户深宅大院，已经腐朽破败，里面住着一位老太爷和他的养女杏儿。杏儿是一朵人人垂涎的娇花，几乎每个男人都对她抱有想法，但她只对小伙子蚱蜢情有独钟。这天，他替父亲送上饭菜后，便听到屋外的鸟叫声，这是情郎蚱蜢发来的约会暗号。杏儿内心急不可耐，她回房收拾了一下仪容，转头就和情郎相会去了。杏儿家的长工夫妻一直觊觎老太爷的宅子，在看到杏儿路过家门后，长工妻子已经猜到了七七八八。她以眼神暗示丈夫，长工会意。她悄咪咪地跟上了杏儿。杏儿和蚱蜢在野外你侬我侬，这时可不止一双贪婪的眼睛看他俩现场直播，除了长工外，四处溜达的刘蛤蟆也目睹了这一幕，两人打得火热，旁边的看客们也显得很兴奋。夜里，急躁难耐的刘蛤蟆来到寡妇家里泄火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吓得两人一惊。刘蛤蟆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有人将扫帚扔进了屋子。雨雨过后，两人躺在炕上聊天。此时，外面传来老太爷的呼喊，杏儿一夜未归，她心里非常着急，担心女儿遇到了不测，于是她出门挨家挨户的找寻。此时，路过的李大仙似乎看穿了老太爷的想法，老太爷不敢与其对视，只能匆匆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刘蛤蟆发现自己的东西不见了，问寡妇，寡妇也不知道。无奈之下的刘蛤蟆只能去杏儿偷情的地方找找。放牧的牧童捡起地上的一只红色绣花鞋，问他是不是在找这个。看到绣花鞋后，刘蛤蟆吓了一跳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老太爷拿着鞋子哭成了泪人。现在只见鞋子不见人，闺女多半是出事了。长工认定杏儿的失踪跟蚱蜢脱不了关系，因为那天杏儿就是在这见过蚱蜢才不见了。长工找到蚱蜢，二话不说，见面就是一阵拳头，两人当街厮打起来。气急的蚱蜢直接抡起斧子就要砍人，直到老太爷赶来，才阻止了两人的争斗。老太爷救女心切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恳求蚱蜢放过自己的女儿。寡妇也不停地给蚱蜢吹风，让他交出杏儿。然而他们嘴里说的，蚱蜢压根都没有做过。愤怒的他拿起斧子就劈向了树干，他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要是谁伤害了杏儿，下场就跟这棵老树一样。自从村花神秘失踪后，村里就经常性的出现闹鬼现象，搞得村里人心惶惶，夜里根本就不敢出门。杏儿的失踪搞得长工夫妻惴惴不安，长工领着妻子来到了当初杏儿偷情的地方，在这里他们看见了蚱蜢，山崖下的蚱蜢似乎在砍着什么东西，夫妻俩有些心慌，他们怀疑蚱蜢是在分尸，于是妻子赶忙回村里叫人，可村里人已经被吓怕了，他们根本就不敢出门，就连白天都要把门关上。妻子路过蚱蜢家门外的枯树时，无意中看到斧子砍伤的位置流出了股股鲜血，树流血事件不胫而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件事情越传越邪乎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算命先生李大仙也借机在村里摆了个地摊，专门替人算卦。蚱蜢路过时，李大仙说什么也要给他算上一卦，然而蚱蜢根本不想鸟这个道士。这时，寡妇拉着大仙进屋，想勾引大仙为自己算上一卦。他手中的绿镯子吸引了大仙的视线，一开始大仙就算准了寡妇的命运。寡妇神采飞扬，她没想到这老道算得这么准。可当大仙提到杏儿的失踪和寡妇有关时，寡妇立刻变了脸色，她直接将大仙轰出了家门。大仙走后，寡妇是越想越不对，她看向了自己的镯子，原本这镯子是刘蛤蟆忘在她这里的，寡妇一时起了贪念，便偷偷藏了起来。现在看来，这镯子应该是杏儿的，因为那晚刘蛤蟆跟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杏儿偷情的过程，莫非是刘蛤蟆为了得到镯子杀害了杏儿？寡妇慌慌张张地摘下镯子，正巧刘蛤蟆翻窗进了屋，寡妇趁此问起了镯子的事情。刘蛤蟆坚称这镯子是自己捡的，跟杏儿无关。现如今村里人提到杏儿就跟提到鬼一样，心里一阵后怕。刘蛤蟆也不例外，他可不敢跟杏儿扯上关系。另一边，女儿失踪多日，老太爷也病倒了，长工妻子忙前忙后照顾着老太爷，她和丈夫都盯着老太爷的宅子。现如今杏儿不见了，正是趁虚而入的时候，但他们俩的心思又怎么能瞒得过老太爷呢？老太爷表示，就算是把宅子烧了，也不留给他们俩。听到这话，长工妻子气急败坏地走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遇到了自言自语的李大仙，对方神神叨叨的话语把他给吓坏了。到家后，长工妻子一个劲地磕头拜菩萨，希望能够摆脱刚才的阴影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杏儿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了身后，妻子刚想倒茶招呼，可一转头，对方就没影了。杏儿一溜烟跑到了蚱蜢的家里，蚱蜢想带着杏儿远走高飞，
但杏儿却哭诉着自己永远也不能离开这里了。蚱蜢一睁眼，发现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。杏儿的鬼魂在村里游荡，就连寡妇都看到了杏儿的鬼魂。种种异象让村里人惶恐不已，他们都觉得要给杏儿办一场法事，超度她的亡魂。第二天，由李大仙负责主持法事。只见他神通过人，又是喷火，又是起飞，一通操作下来，着实让村民开了眼界。可就在众人祭拜时，突然间刮起一阵阴风，所有的贡品全部被吹散，棺材盖也被掀飞，村民们个个胆战心惊。李大仙断定这肯定是杏儿的冤魂在作祟。所谓盖棺定论，如今杀他的凶手没有抓到，他肯定不甘心。如此一番话让心里有鬼的众人不胜惶恐，其中最害怕的还是长工夫妇。时间长了，长工妻子甚至还出现了幻觉，他一个劲的求李大仙救他一命。对方可怜的模样让李大仙动了恻隐之心，他给两人指了一条明路。夜里，长工妻子按照大仙所说，凑齐了祭祀用的材料，赶到了杏儿的坟头。没曾想，此时的棺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人。这个女人被吓了个半死，因为她看到棺材里蹦出来半个尸体，这具尸体就是刘蛤蟆。刘蛤蟆吓了长工妻子一通，看到对方惊慌失措的模样，他自己乐得哈哈大笑。整完对方后，刘蛤蟆来到寡妇家消遣。这时蚱蜢也找上了门，他气势汹汹地提着斧子要找刘蛤蟆算账。之前蚱蜢曾经在寡妇的手上看到过杏儿的镯子，在得知那天刘蛤蟆也在场后，他笃定是刘蛤蟆害死了杏儿。数日的蹲守终于让他等到了刘蛤蟆。蚱蜢拿着斧子一顿乱砍，寡妇拼死拦住了他。刘蛤蟆见势不妙，立刻逃出了寡妇家。内心后怕的他干脆躲进了棺材里。隔天早上起床的寡妇被门口吊着的一只绣花鞋吓晕了过去，和杏儿的一模一样。看来杏儿的冤魂还是没有散去。晚上守夜的大仙看到鬼鬼祟祟的老太爷在杏儿坟前转悠，他心生好奇，便悄悄跟在对方身后。老太爷一路小跑回了家。到家后，他从衣柜里拿出了一件件的女装，老太爷陶醉般的靠在女装上。此举引来了大仙的怀疑，枯树上的血越流越多，这件案子的凶手却始终都没有抓到。村里开始流传一些风言风语，民众们聚在一起，他们总是能够听到老太爷的宅子里传来女人的哭声，那哭声十分瘆人，谣言不断的传播，一来二去就传到了老太爷的耳朵里。现在村民们都认为杏儿的冤魂就在老太爷的深宅大院里，众人要在老太爷的宅子里办场法事，超度杏儿。眼见对方人多势众，老太爷无奈也只能答应。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宅子里，看大仙如何操作。此时的大仙突然化身成了侦探，他开始一一指认杀害杏儿的凶手，首当其冲就是蚱蜢，因为杏儿失踪那天，就他离杏儿最近。大仙推断蚱蜢在那天应该是和杏儿起了争执，一时失手杀害了杏儿。这时其他人也出来附和，一口咬定蚱蜢就是凶手。可大仙却话锋一转，他那晚看到报仇心切的蚱蜢后，便觉得他不可能是凶手，于是蚱蜢被排除了嫌疑。大仙转而将枪口对准了长工夫妇。那天他亲眼目睹手持镰刀的长工拦住了杏儿的去路。观看完野战的他，也想和杏儿完成繁衍的过程，但他并不是最后见到杏儿的人，刘蛤蟆才是。刘蛤蟆提出了和长工一样的要求，在大仙的逼问下，刘蛤蟆也被迫承认了事实，那镯子就是刘蛤蟆趁机取的。但大仙表示刘蛤蟆也不是凶手。大仙的反复横跳让在场的众人摸不着头脑，眼看群情激愤无法抑制，大仙便揭开了谜底，真正的杀人凶手其实是他，杏儿的养父老太爷。众人一片愕然，但老太爷不是善茬，他立刻反咬一口大仙，声称大仙才是凶手。村里之所以这么乱，也跟他有关。一时间群众们的怒火被点燃，这些日子他们可是受了不少的苦。群众们坚持要让大仙拿个说法。此时大仙揭晓了最终的答案，他默默地拿掉了嘴上的假胡子。18年前他也是老太爷家里的长工，但老太爷却见色起意，不仅霸占了他的妻女，还将他陷害入狱，做了18年的冤狱。直到清朝灭亡，他才得以出狱。杏儿其实就是大仙的女儿，那副镯子也是归他的妻女所有。其实那天杏儿和刘蛤蟆分开后，便被老太爷带回了家里，这一切都被放牛的牧童看得一清二楚。老太爷见不得杏儿跟别人走，便意图强行玷污杏儿。杏儿宁死不从，他拼命的挣扎，最后却被老太爷失手掐死，随后又装成鬼魂迷惑村里人。听完大仙的发言后，村民们愤怒了，在人群中寻找老太爷，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众人冲进老太爷的家里，果然在屋里发现了已经悬梁自尽的老太爷，屋里挂满了杏儿的衣服，失踪的杏儿静静地躺在那里。大仙的血海深仇也最终得报，阴阳界又恢复了平静。
这是一部成分非常复杂的电影，偷情、伦理、恐怖、悬疑，在90年代的背景下，能拍出如此大胆的电影，实属难得。